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5月12号，星期一啊。那么下午呢，到海边来晒太阳啊。其实风挺大的啊，太阳看起来挺烈的啊，坐在这边还觉得有点冷呢。但是呢，上一周嘛我没有更新啊，上一周比较忙。主要啊，我之前的视频也说了啊，我说上一周是这个投资理财啊是很重要的一周啊。呃，这一周就好一点啊。那么今天呢，我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在欧洲啊旅居的这样的生活啊。其实啊，我20多岁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欧洲许多个国家呢，我就旅行啊，也旅拍啊，就为一些服装公司为一些杂志进行一些拍摄啊。所以我去过很多个欧洲的国家，像什么法国啊、英国啊、德国啊、瑞士捷克西班牙还有好多国家啊。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印象是很好的啊。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我能够移民过来，生活在这边有多好。那么当我真正的就是我移居过来了以后呢，当时我也是很兴奋的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人生当中我一直很追求的一件事情啊。我一直觉得这个欧洲很适合艺术工作者就生活在这里。但实际上就是当我真正的生活下来了居住下来了这个和旅行真的是很不一样。从一开始在这里租房子在这里租房子，基本上就是你一定要在这边有工作收入有工作的这个合同，每个月非常清晰的银行就是收入这样呢就是你租房才容易一点。不然的话，就算比如说我银行存款我拿出来说我有100万有200万他们不要看的他觉得就是你这个达不到他的要求，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呢这个租房其实当时就挺困难就选择就相对少了很多。然后呢有许多房子真的这里很多房子也非常的老旧你可能也看不上总之吧，就租房这件事情就当时给敲了一下闷棍但我相信每一个移居到欧洲来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的。然后呢，就是银行银行前面说了就是你在这边最好就是要有一个工作这样的话就是银行它对你这个账户呢，相对来讲你的自由度会高一点这个自由度高都是说不会定期的来检查你的账户但是如果你的账户，就算你在这边是有工作的，你的账户转账出去给谁什么的这个他们都会进行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审核。我前几天就我陪一个这边的一个人他去转账。他是在这边因为做生意的嘛，他就去这个线下银行柜台转账。转账他就转几千欧元给别人，然后那个银行就柜台就问了说这个转给谁转给他干嘛？这个反正就收费也不便宜收费一笔收那个6欧元吧，还是5欧元所以就是像我们如果在这边没有工作的那么从别的国家转账过来他就会要求你这个账户
每一笔转账啊，要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啊，比如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啊，你这个有没有交过税啊？啊，如果这些东西啊都需要有翻译啊，就翻译成西班牙语，然后呢还要有法律的公证啊。那有的人他是一次性，他卖掉一个房子，或者他一次性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他就省力一点啊。许多就是他是一个季度或者几个月啊，有这样的持续性的转账收入进来的，那就会很烦，是吧？啊，就你基本上就是一直要去啊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做着做着你人都，我觉得啊你人都呃傻掉了啊，就好像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一直在做一些非常无意义、无用功的事情，对吗？啊，因为一共也不是一个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对吧？但你感觉好像一直啊就是持续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啊，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生活上的各方面的成本啊，还是很多方面是挺高的啊。就比如我前面刚刚我才收了一个快递啊，是我买的一个就是接线板啊，这个接线板呢，在中国啊，它卖80块人民币。在这边啊是30多欧元啊，算下来就3倍的价钱啊。然后呢，我最近啊，我买了一台电脑。这个电脑呢，我是从美国啊运过来的。那么从美国运过来啊，算上国际快递，算上这边收的21%的增值税啊，还是要比在这边还要再便宜呃几百欧元啊。就如果在这边买的话啊，还要更贵啊。所以我之前我也说过啊，就是如果嗯，就是太多生产力的东西啊，这种工具啊，比如说你要买相机啊，你要买这些电子的产品啊，电子的设备啊，或者说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种非常新颖的东西啊，你在这边花费的这个费用就是要高很多啊，要高很多。那么还有啊，就是像这个医疗啊，医疗，其实我前几年啊，我一直用的保险，看一些小毛小病什么的啊，也都还可以啊。虽然这个保险费啊，我觉得也不便宜吧，对吧？但是就我今年我去要求啊做一个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这个保险公司呢，他就跟我反复的拖啊搞啊的，反正我来来回回后来我也累了啊，我也不想搞了啊，我后来就自己付费啊。那么现在呢，我去医院啊做一些什么检查呀、挂号啊什么的啊，我全部都是用那个自己付费啊。我发现自己付费啊，就是你约不到的时间，原来你用保险去约啊，你这个约不到的时间，你自己付费都能约，而且是速度特别快啊，效率特别的高。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之，就是关于这个保险啊，我觉得真的，呃，就私人医疗啊，也就这么一回事啊，就还是自己付费啊是最好的啊。那么生活当中呢，确实，有些朋友啊，有些邻居啊，或者说啊一些同学吧，啊，因为我学西语有很多其实也是，有加拿大来的，有什么比利时来的啊，有德国来的，也有法国来的啊，这些同学啊，他们相处下来大家都挺友好的啊。还有那个就加拿大来的啊，这个同学他让我教他孩子那个中文啊，他说他孩子对那个学习中文很有兴趣啊。当然了，就是用英文教嘛，因为我西语真的说的很烂啊。
那么西语我也就一直这么久了啊，我也没有什么进步啊。我想想，是不是我自己太懒惰了啊，不够勤奋什么的？但是我看看班上这些同学啊，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同学，他们也都是从其他这些国家来的啊，他们也都说得很烂啊，真的是可能啊，就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啊，是不是就不太会像我这种40多岁的，就不太会像这种20多岁的人这么拼命或这么勤奋吧，是吧？还是就语言的学习的能力就弱了很多啊。然后，呃，就留在这里吧。我昨天还遇到一个人啊，也是我认识的，但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他在这边待了多久啊。那昨天就聊了几句啊，他跟我说他在西班牙已经待了10年啊，什么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啊，就好些城市他都待过啊。然后这10年啊，他也没有存下来钱。那我说你那个就是存点钱，你想干嘛呢？他说他想讨一个老婆啊，要找个老婆。呃，所以我也想啊，就是这个居住在这里长期啊，你说未来啊，像我这样就现在每天就坐在海边啊晒晒太阳，或者说啊拍拍照片，自己娱乐一下。呃，之前啊我觉得还好啊，但这些时间我就觉得啊，我慢慢的已经觉得有点乏味了，啊。然后再看一看就是我微信上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每天谈的一些东西我都不知道了啊，比如说啊，他们说那个什么中国现在那种人工智能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呢？呃，什么豆包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啊？就这些很多呃信息什么啊，我都不知道了，就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啊，就觉得自己好像脑子像发锈了一样啊。然后留在这里呢，如果说未来啊长期要找点事情做，对吧？那现在这样的语言的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太可能啊。那我现在其实啊，除了我在中国的啊，就是这些房子吧，出租掉啊，这样的一个钱，就说维持生活啊。那么我自己啊，比较擅长，相对来说擅长这个理财投资这一块啊。其实理财投资这一块你也无所谓，你住在哪里了，对吧？就你基本上是不靠在这里赚钱的啊。但是啊，如果就是说未来如果长期啊一直住在这里的话，你就一直要交这个税啊。就你收入逐渐增高了啊，你就一直要交更多的税。所以其实我最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就留在这里啊，持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啊？其实我之前也说了，我说这个为了什么永居啊什么的啊，这种长居的这种东西，其实意义真的也不是特别大啊。这个真的是就是5年以后又5年啊，就为了一个这样的长居什么的，然后税收也是。其实也是挺高的啊。就如果说，你自己又不从这边盈利，对吧？并且呢像这个，家里的父母啊，也就慢慢的都年纪大了啊，就是说他们也不太愿意来这里啊。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啊，我现在觉得我可以理解的。一个是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啊，生活习惯上的问题。你说我坐在这边晒一晒这个太阳，你要是我妈肯定说，哎呦，晒得那么黑干什么，对吧？那皮肤都晒黑了啊。然后他们也
身体啊，如果要去看医生啊，看什么的，语言也都不通啊，我自己语言都不是特别好，况且他们在这边也没有朋友，什么也没有啊，就每天这样啊。像我父母问我，他说你在这边每天都在干什么呢？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说我在学语言啊，晒太阳啊。当然，父母其实也不会说你什么啊，但他可能会不会觉得，就是你大好的人生的时间啊，也就这么慢慢的过去了啊。嗯，然后说说啊，打拼啊，如果在这边啊，未来还想做点什么啊，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就是我身体并没有很好啊，我不知道是我就是移民到这边以后啊，就是水土不服，还是真的是因为岁数到了啊，就是40岁以上了，我发现这个身体慢慢的啊，一些什么疾病都慢慢出来了啊，还是不知道是在这边长期做的太多了啊，像什么痔疮啊，什么前列腺啊，什么呃一些毛病啊，都越来越多了啊，就人成天啊，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我体重也是增加了啊，就我过去比现在要瘦个20公斤啊，所以啊，就是我经常啊，我在想，就真的啊，还是如果是躺平的话啊，就在哪里靠理财投资生活的话啊，其实在哪里都一样，是吧？啊，如果在国内啊，有很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我在国内我其实也长期是住在海南啊，那个地方其实海也挺美的啊，不比这边差的。然后啊，那边的这个美食什么也很多啊，什么椰子啊什么的，水果啊，热带水果也很多的。然后啊，我觉得就是欧洲啊，呃，你来这边玩一玩啊，比如说你住在中国，你来这边旅游啊，1年或者2年啊，来玩个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像我现在在这里啊，我当初想的也很好啊，我要把那个欧洲啊，基本上最好1个月去一个国家啊，去拍摄去玩啊。但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可能啊，就体力也没有，然后时间又觉得不值得啊，就觉得好像啊，你这样跑出去，然后好像就这你住在这里了啊，你就不会像就是以前我住在中国的时候啊，我跑过来，好像我晚上都想拿个相机出去拍照片啊，我就不想待在酒店里面。但是你坐在这边，人好像就懒散掉了啊，就觉得哎呀，晒太阳啊，明天再说，哼哼。然后呃，想去就是亚洲玩啊，比如说想去泰国啊，想去日本啊，想去别的一些国家玩什么的啊，又会觉得啊，就来回成本也不便宜啊，然后又觉得好像太远了啊，都会有这种太远的这种感觉。像有些人啊，我觉得他们是想长期在这边做生意或者工作的啊，他去交15年社保，未来以后老了啊，在欧洲他拿到一个退休金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意义还大一点啊。像我一不在这边赚钱，二我可能也不会去上班去交社保什么的啊，我就一直这样住在这里，难道就晒一辈子太阳吗？是吧？嗯，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啊，会让人觉得空虚啊，就觉得意义在什么地方，是吧？反正啊，我也不是说抱怨发牢骚什么啊，我只是把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你们就是移民在欧洲，你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度过的啊？嗯，我心里面啊，真的是想回去了啊，我真的是觉得留下来啊，这个
感觉啊，真的是好像回去的理由啊，就超过留下来的理由。好吧，我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谢谢。